你看，笔尖调好墨以后，在这个湿笔纸上把多余的水分我们稍吸一下啊，稍吸一下。也是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前面近景的山石。你看啊，先勾什么？先勾它的轮廓线。你看，哎，你看啊，先勾它的轮廓出来。中锋，哎，我们常讲什么？中锋用笔。哎，中锋用笔，先把它的山石的外轮廓，哎，勾出来。它的线的变化，你看线的变化是，它根据我们用笔的提摁、转折，产生不同的线的变化。哎，先把什么？你看，先把山石的它的块面结构画出来。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它的山的前左右，前左右，这是讲的啊，十分三面。哎，先把它的3个块面结构我们画出来，向后，你看啊，哎，向后延伸，哎，不同的山的形状，对吧？山石的不同形状，然后有大，是吧？有大有小啊，哎，有大有小，哎，先把它的轮廓和结构，你看啊，哎，先把近景的山石先勾出来，哎，近景的小山石、大的山石、小的山石，我勾出来。勾出来以后，你看啊，勾出来以后，对吧？我们画前面的树啊，对吧？近景的都是什么？以山石、树木为主。我们点景的也是小小的小作品也是，对吧？它在我们这个山水画里边啊，对吧？树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点景。你看画的时候，水分稍微少一点。勾树干的时候，注意啊，我们勾树干的时候，用笔稍微的干一点，稍微干一点。先什么？哎，先把我们树头的这种结构勾出来，把结构勾出来。你看，先什么？先处理左边的结构线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先处理左边的结构线，再处理右面，是吧？先左后右，哎，结构线。注意什么？注意它的线的提摁转折变化，是我们用笔啊，用笔的提摁去把它的线表现出来。哎，把线表现出来，然后笔尖啊，哎，笔尖蘸清水，你看啊，笔尖蘸清水，再调，再看笔尖去调墨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我笔尖去调墨，不是说整个把这个这个笔锋摁进去，是不是？哎，笔尖去调，一定要掌握这个调墨的这个方法。哎，掌握调墨的方法。哎，勾的小的树枝，你看，去勾小的树枝。哎，树枝的墨是不是？哎，稍微的重一点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这常讲的什么鹿角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在这个课程里边讲过啊，鹿角枝，对不对？你看它的勾出来的，是不是像那个梅花鹿的鹿角？这是一种，哎，这是一种小树枝的出枝方法。
哎，出值方法，点完以后啊，画完这个树枝以后，我们画叶子，画小树叶。你看，我们画什么？画一个圆形的吧，小圆点，也叫小混点啊。笔尖还是笔尖去调墨，大家记住，哎，还是笔尖去调墨。有树头的地方，哎，有树头的地方开始啊，稍微的墨稍微重一点，你看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然后注意它的组合，它叶的组合是根据什么呀？根据我们小树枝，对不对？小树枝的组合去安排叶子的组合，哎，去安排叶子组合。你看，有深，哎，有深到浅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有深到浅，这是一组。哎，我们先分清它的树的组合，对不对？哎，先分清树的组合。你看，哎，先把这个一组的叶子我们先分出来，我们再去点。你看，点到淡墨，哎，一点墨一淡的时候，再重新，你看啊，蘸清水，哎，这是我们清水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笔尖，你不要说把整个这个笔锋蘸进去啊，看笔尖去调，蘸一点，是不是？蘸一点以后，你看，哎，蘸一点，哎，还是在笔尖去调墨，还在笔尖调墨。你看，在我们画再一组，你看，如果觉得水分大的话，是不是我们用这个手里拿的这个调墨这个啊湿笔纸，哎，去把多余的水分稍吸一下，你看，它也是产生一个组合，这是一组，这又是一组，对不对？有深到浅的变化，哎，有深到浅的变化，哎，看清水，有深，对，到下边，哎，大墨，哎，下来，是不是？看一组树头的地方，侧面的左边一个结构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后面这又是小树枝，哎，再蘸清水，是不是？再蘸清水，笔尖调墨。看每次蘸墨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啊，都是在笔尖的位置我去蘸，再吸一下水分，哎，再画一组，你看是不是？这种感觉就是它的树是有前后层次，对吧？它就是一看这个树就不是我们感觉的是个平面的，哎，它是有空间的啊，有空间关系的，前后的空间关系，靠什么？哎，靠我们对吧？墨的组合，是不是？靠墨的组合，把它的树的这种前后关系体现出来。哎，这是一棵树啊，那后面如果再穿插的话啊，你看我们如果后面穿插一棵树的话，哎，也是先画树头，画出来，哎哎，你看过来，哎，注意什么？就注意画的，我们画的时候树的，哎，这种线的变化出来，表现出来就可以。看，这是树的穿插，前后，哎，怎样去体现它的前后关系？你看啊，
我们画出小树枝，哎，也是先把小树枝画出来，树干、树杈、小树枝，这是我们画树的，哎，这个顺序是不是？这顺序。对，我们再换一个叶子啊，换一种叶子，你看，这是前面是小圆点，是不是？到后面我们用小横点这样去画，把笔侧过来，哎，由深到浅，是不是？哎，由深到浅，你看这样的变化。越靠近下面的时候，它的叶子越少，然后墨呢越淡，越淡。你看它和前面左右的前面这树的关系，你看是用什么？哎，也是用浓淡墨，哎去表现，哎浓淡墨去表现。你看，一看就是这是对不对？圆形的这个叶子是前面的树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后边我们用小横点去点的意思，就是后边的树，你看很明显就能把它区分开来。哎，在后面啊，然后画后面的树后面的小山石，哎，透过来，它侧面的结构，你看啊，这侧面结构在后面，你看，这就需要什么？我们画什么点景的啊，小房屋、小村庄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要安排，哎，小的村庄，点景的小房子，简单一点。先什么？也是先画什么房顶啊？先画房顶。对，现在我用的是生鲜卡纸啊。我们现在是以生鲜卡纸，你看，先画它的房顶结构，再过来，哎，先把房顶画出来，正面结构是不是？你看，再画正面的结构，侧面，哎，至少要把什么？我们房子的三个面画出来，哎，三个面画出来，哎，再画一组，对吧？后面你看，哎，有藏有漏，是不是？哎，有藏起来，有露出来的。你看，哎，我们要开始布景，是不是？哎，开始布景，画了山石，哎，需要画点景的，哎，这是下面是水面，哎，我们向水面走的这个小台阶画出来，哎，小台阶要画出来。就是开始画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什么？哎，让这画面哎有生活气息，生动。靠什么呀？靠我们造景啊，就开始布置景的时候，构图的时候都要考虑到的。然后你看啊，小的山石，哎，看也是先勾什么？先勾轮廓，哎，勾完轮廓，哎，处理小的石块儿，哎，小的石块儿，先把小的石块儿画出来。你看都是啊，画轮廓、结构，简单的分出它的，看前面一个面儿，左右是吧？前面一个面儿，左右，对不对？哎，每一块山石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分成什么？三个块面结构，哎，三个块面结构，哎，大
小，哎，这是一个啊，看一个组合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小的，向水面走的一个小台阶，向后延伸，给人感觉，哎，我们可以给这儿上来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开始画的时候，哎，一定要把这个我们要，哎，怎么体现这画面？画面需要画什么？哎，过来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再安排一个啊，小亭子，哎，小亭子，这个用单钩的，我们可以用单钩的去画。嗯，小平台，嗯，看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画面，虽然是画面小，但是我们设计的东西，你看下面山石的组合、树的组合怎样去点，然后我们后面平台怎样去画，哎，可以都在这个小的这种构图里边，哎，都能呈现出来，哎，都能呈现出来。平台是用什么？侧锋，你看侧锋去画一下，哎，你看啊，近景的完成以后，哎，向后延伸就是我们主要的山峰。你看啊，小的山峰画的时候，也是和我们画这个大画里边这个山峰的这个起手是一样的，起手是一样的。先什么？先定一个中心的位置，哎，先定个中心位，这就是我们后边山峰的中心啊。然后以这个，对吧？这个面为中心，我们向后延伸。你看啊，向后延伸，它的山脉，哎，它的山脉要注意什么呀？注意它山脉的走向变化。哎，山脉的走向变化，过来，你看啊，左右是不是？是不是先左向右，再向右？哎，它的山峰走向就和我们，对吧？这个蜿蜒崎岖那种变化，哎，蜿蜒那种变化，要有动势，哎，要用动势，不能说一条线这样上去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要有动势，讲究的山的势，哎，我们常讲啊，山的势，嗯，是不是？哎，把山峰它的前后结构，还有它的山峰的轮廓，我们勾出来，哎，我们勾出来，它是有浓淡墨的变化，也是，是不是？哎，也有浓淡墨的变化。越向后，你看它的这个墨的变化，是不是？前面这个墨色稍微重一点，越向后越向后，它的墨越来越淡。哎，这样它这个浓淡墨的变化也是啊，靠什么？靠墨的变化去体现山峰的远近关系。哎，山峰的远近关系，你看下来以后向后延伸，向后延伸，看啊，我们控制墨的这种浓淡变化，过来，你看小山峰，哎，给人感觉它的山脉的走向，看先左，再右，再左，向下，向右，对吧？哎，你看我们交代的山峰，它的山脉走向是不是特别清晰的一个脉络走向？所以开始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临摹一些比较清晰的这个小的构图。哎，我们先明白我们山峰怎样去山脉的这个走向怎么去处理，然后在画后面大的作品的时候，你就能明白它的山峰。同时，虽然是大的，就是山峰大小不同的变化，
但它的这个，就是说开始勾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？也是一样的。下来，山脚的地方露出来，山脚的地方露出来。看左边小的山坡，小山坡勾一下。到后面的时候，因为是到远处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用墨啊都稍微的淡一点，稍微淡一点。你看，虽然我们画的，是不是虽然画的画面很小，但是把了山的这种气势都能表现出来。靠什么？靠我们山的这种走势把它体现出来。你要单独的，你说画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山，对不对？它没有那山脉的走向，一看就特别呆板，它没有那种气势出来。你看啊，再过来，清水，你看啊，每次我蘸水的时候，调墨的之前，你看都是笔尖去蘸清水，笔尖蘸清水，然后笔尖稍微挑一点墨，稍挑一点墨，在我们试笔纸上再试一下，是不是我们需要的这种墨色？你看，到后面的时候越向后，我们控制的墨呢，越淡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注意它的墨的这种浓淡墨的变化，越向后，它的墨越淡。然后这是个远山，小的远山过来，看，注意它的山峰，它的山脉走向，也是向后，你看，向右边是延伸的啊，向后面是延伸。它的山峰也是有主要的啊，你看这是主道的山峰，次要山峰，有主有次。开始画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关系，山峰的关系，还有墨的这种变化，一定要掌握一下，是不是？开始的时候，简单的我们构图，简单的用笔用墨，都要去掌握一下啊。看小的瀑布，下来，下边尤其到我们画什么呀？画山峰下面的时候，用淡墨，用淡墨把它虚下来，用淡墨把它虚下来，中间的水口，中间水口也是啊，来调墨，笔尖稍调一点墨，在中间的位置画一个小的石块，小碎石，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水流的地方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留白的地方就是水流的地方，然后中间小碎石，把它衬托一下啊，衬托一下，然后靠近水口的地方，墨色呢稍微的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，你看。到了我们小河的中间位置，你看啊，中间位置，淡墨还是用淡墨啊。我们不管是小亭子，还是我们的小的房屋建筑，都是用什么淡墨去画？用淡墨去画。远处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小的小木桥，你看，小木桥。这是什么啊？整体的完成以后，你看家村的时候，
哎，加村的时候加到什么位置？看一下，加到什么？我们村的后面啊，村的后面来一点。哎，加的时候左右，看左右去加。哎，来一点。哎，左右去加。它的位置是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。结构线的后面，你看加到这个位置。有的时候就是初学的，有时候不知道啊，老师就加的时候特别乱，就是不知道加在什么位置。看，我给大家做示范的时候，你看就加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，你看就这就可以。哎，这就可以。把我们就是山石的中间部分把它鼓起来。哎，中间部分鼓起来，你看比较明显的是吧？两边山石按下来，中间的地方，哎，就会鼓起来啊，也就会鼓起来。下来，哎，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加村的位置啊，加村的位置是在结构线的后面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构线的后面，然后村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？你看我们用笔村的时候啊，也是村的时候，哎，它是用我们勾轮廓线的时候是什么？中锋，哎，用的中锋。然后村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笔是中侧锋并用的，哎，中侧锋并用，哎，看笔锋侧过来，对不对？你看侧过来，哎，笔锋侧过来去用，看中锋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啊，中锋侧锋并用。哎，勾轮廓线的时候可以用什么？用中锋。当我们画这个村的时候，村它的这个结构的时候，加村的时候，什么？哎，中锋侧锋去用。你看前面这一组到后边也是啊，左边来两笔，右边来两笔。看这也是啊，左边右左右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要乱。哎，我们村的时候吧，不要乱，就按我们村的这个结构轮廓，你看我们这样去加。哎，我们这样去加。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加的时候，只要说我们知道了，哎，村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你看，就是下边就是我们熟练的啊，去熟练的掌握就行，熟练掌握就行，是不是？左右，我分清它的，看，我们只要分清左右就行，对不对？哎，分清左右就行，看，左右左右，然后到后面，哎，把笔洗一下，哎，把笔洗一下。在笔尖调墨，再来一点。哎，笔尖调墨，还是从前面的这一部分，你看啊，前面这一部分向后去延伸。哎，吸一下水分，你看，哎，也是左右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左右左右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它的基本的用笔方向都是左右左右去，你去加就可以。哎，左右左右加就可以。这是我们常用的啊，也是这个传统画里边常用的皴法啊。这是前面啊，
短匹马，哎，前面是短匹马，后面呢，你到后面山峰就是长匹马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我们常用的啊，山水画里边常用的皴法，哎，常用的皴法，前面是短匹马，后面是长匹马，然后啊，我们的课里面也是，所有我们经常用到的啊，经常用到的皴法，我们课里边都有，哎，都有详细的、仔细的讲解，哎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匹马皴，还有呢，对吧？还有我们用的什么斧劈皴、雨点、折带、大斧劈、小斧劈，哎，我们在课里边啊都有一个这个讲解，对吧？都有基础的讲解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这是长匹马，后面山峰，哎，后面山峰的地方都用的长匹马，前面呢，你看前面的这个山石用的都是短匹马，这就是长匹马、短匹马用在不同的地方去表现。哎，到下面你看，靠近山脚的地方续下来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啊，把它续下来，用完以后再去调墨，是吧？沾清水，在笔尖去调墨。哎，湿笔纸上我再去吸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再去吸一下，到后面的时候，左右还是啊，这顺序还是左右左右。哎，你看，还是左右去皴，还是左右去皴。我们就是说，好多同学就说我是这个没画过画，对不对？哎，没画过画，我们怎么用基础开始，对不对？有基础开始。我们课里边前面都是哎讲的基础课，树的画法、山石的画法、云的画法。哎，只要涉及到我们山水画里边这个技法，我们都有里边都有讲解啊，都有讲解。可以开始画的时候，对吧？先把基础的掌握一下，比如说我这个匹马皴怎么样去用笔，哎，怎么样去皴，对不对？先了解，先去练习一下，然后再画后面。哎，先由简单的小品开始，对不对？先简单小品开始，然后再画后面大的作品，一步步的去由简到叫这个由简到繁去画。那我们可以，你看到近景的地方，哎，水面对不对？有了小房屋，有房屋，有小亭子，是不是？这水面，我想出去玩的时候，可以什么？哎，划上船，对不对？可以划上个小船，哎，来个小船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想出去玩，上水面上，就是上河里边玩的时候，哎，划上小船，嗯，所以可以掌握了我们基础的这个技法，对不对？掌握了基础技法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安排画面，是不是？哎，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安排画面。哎，你看啊，后面小的树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把后面小的树丛，我们也讲过啊，树丛的不同画法。哎，小树丛的不同画法，你看，先画什么？先画树干。哎，先把树干画出来。树干你画的时候，就已经确定了树的它的高低错落的变化，是不是？你看画树干的时候，就要把它表现出来。哎，有高有低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啊，不要说画的，就是一条线过去。
哎，你看啊，有深浅不同的变化。哎，以小横点为主，哎，以小横点为主，侧过来，你看也是有竖尖的地方向下去画，嗯，过来，哎，看注意它的什么？哎，它的高低错落的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虽然是小的树丛，但是也有变化，哎，也有高低错落的变化，哎，有高有低，哎，调一下，加清水，再调一下，你看啊，然后大墨，哎，大墨去处理，哎，你看我们构图的时候是不是？哎，可以什么？哎，上前面的小房屋里边，也可以顺着这个小的山路过来，哎，到我们小亭子里边。看，所以说我们设计的画面的时候，构图画面的时候，有什么？可望、可居、可游。哎，这是我们画这个山水画的它的这个思想啊，不是单一的，就是画。哎，要让就有这个意境在里边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意境在里边。哎，我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，是不是？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里边？哎，虽然我实现不了，但是我可以在画里边去表现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以在画里边去表现，可以随时去安排我想要什么，对不对？这画面需要什么，我就安排什么，是不是？想要小桥，哎，我安排小桥；想要亭子，我安排个小亭子，是不是？都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，哎，去构图。对，愿望实现了，对，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自己就是你控制不了，你不能把大的真山你搬过来，是不是？可以，我们可以画的时候，对吧？可以把这个山挪过来，把这个山挪过来，自己组成一个，对吧？我自己喜欢的这个景色都是可以的啊，就根据我们自己的画面安排，是不是？哎，自己画面安排去调整。哎，这是啊，勾完以后，看我们可以什么加淡墨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就说哦，水墨画怎么去画？你看啊，勾完以后，在我们村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在村的地方用淡墨、干笔，哎，淡墨、干笔去加，加的时候是加在什么？加在我们村的位置啊，村的位置。然后你亮面，哎，我们的亮面呢，哎，还要留出来啊，还要留出来。也要有明暗的对比，是不是？不要说整个加的淡墨加的太多。你看，哎，只是加什么？加在它的山石结构的地方。你看啊，所以说加淡墨的时候要注意，哎，一定要把留白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山石鼓起来的地方，对吧？要留出来，这来体现山石的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明暗关系。哎，过来。是不是？你看加了淡墨，哎，你看啊，清水调淡墨，哎，来一点，你看，哎，用这个淡墨去啊，淡墨稍微的笔呀、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你看，这样去加，这样加了以后，你看是不是它的山石的结构是不是更清晰？哎，更清晰。然后它的前后
山石的关系，哎，处理的更明显。你看，加了弹幕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前后的关系，哎，更清晰、更明显。这是我们加弹幕的目的啊，哎，使我们的画面明暗关系，哎，体现的更明显，哎，更明显。你看，然后加弹幕、加这个墨的时候，尤其我们加弹幕的时候啊，这个墨色一个是不要太重，哎，不要太重，然后加的时候要注意留白，哎，注意留白，就是留出山石的它的亮面部分。你看，它的山石的亮面部分要留出来。哎，到后面也是啊，越向后的时候，哎，越向后的时候，你看它的墨也是越向后，它的墨是越淡啊，越淡。哎，过来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越向后，它的墨越淡。哎，它的墨的变化，你看加淡墨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是一种墨色变化，它是由深到浅。和我们墨稿开始勾墨稿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关系是一样的啊，由深到浅。加淡墨也是啊，前面看前面淡墨稍微重一点，越向后加的淡墨也是，哎，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浅。看，对不对？它的我们常讲啊，山水画的话，主要是两个表现部分，一个是什么？笔墨，两个方面，是不是？一个是用笔，一个是用墨。哎，你把用笔的掌握了以后，它线的粗细变化掌握了以后，下边就是什么？墨的浓淡变化。哎，墨的浓淡变化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安排一个，你看小房屋里边，你看啊，在窗户的地方，小人物，哎，你看画一下，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的头部结构，身子，简单一点，哎，小人物，然后拿本书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可以让他，你看可以平窗读书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你看可以安排点景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们可以临窗去读书，累了以后，对吧？可以上下边划上小船儿，哎，划上小船儿。再累了可以穿过这个后边小树丛，到亭子里边去看看瀑布，哎，水流，你看啊，水面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传统的水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勾水纹儿，哎，用个小的勾线笔，就我们刚才勾人物的啊，勾线笔画一些小的水纹儿，哎，稍微有点，对吧？有点，哎，波浪，哎，稍微有点波浪，你看过来。稍微有点波浪，哎哎，这就是啊水的画法，哎水的画法，注意什么线的啊，哎注意我们线的时候，嘿嘿注意线的时候，它的线是有长短不齐的、长短不等的变化啊，有长短不等的变化，不是说你看不是画的这个线是齐的啊，你看有长有短，哎有长有短，对，
这个画画的来说啊，都是怎么说呀？就崇尚自然，喜欢到大自然那边去啊，喜欢到大自然那边，不喜欢这个争名夺利的啊，喜欢在大自然生活。你看对不对？我们生在这个环境里边多好！哎，看啊，完了以后，点胎的地方，你看啊，点胎的地方，不同的山形、不同的山石，我们点不同的胎点。前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前面的山石上面以什么胎点为主？你看啊，以这种圆点为主，哎，圆的胎点为主。你看啊，哎，圆的胎点为主。点的时候，结构线密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点的胎点稍微多一点啊，哎，稍微多一点。你看，结构线密的地方，胎点多一点。哎，你看这地方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哎，树根的地方也是要多点一点，多点一点。然后它的这个结构线少的地方就少点一点。那也是啊，根据结构线的不同，哎，点的胎点也有多少聚散的关系啊？哎，多少聚散的关系？你看，少点一点。哎，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到远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到我们山峰的地方，你看啊，用什么？哎，用这种竖点儿，代表什么呀？哎，代表小的山峰，不是代表小的树木啊？哎，代表小的树木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用这种竖点、胎点、竖的胎点去点。哎，所以说根据山石、山峰不同的变化，我们去点胎点啊。嗯，对，你看啊，可以，你看，我们可以自己啊，你想要的这个环境，对不对？可以自己去沉迷在这个画里边。你看以前那个画家，哎，我们讲以前的画家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隐居的啊，都是隐居的，就是说，原来或者当官的，对吧？或者是考了什么状元啊、秀才啊，哎，然后这个不喜欢这个官场，嗯，对，我们就到山里边看啊，哎，看用这种竖的啊胎点去表现，哎，过来，你看啊，去表现，看，哎，再来一点，远山也是点的胎点的时候，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注意我们墨的这个变化，哎，墨的变化，稍微的比我们这个结构线，哎，稍微重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稍微重一点，哎，来一点，你看，哎，是胎点的部分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胎点的部分有深有浅，有聚有散。看结构线，我们山脉山脊的地方的结构线比较多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点的胎点比较集中。哎，然后结构线少的地方，哎，稍点一点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哎，远山，你看啊，哎，一样啊，都可以啊。你看我们同学们，你就是说，不是说心中有这个锦绣，是什么？画的多了以后，哎，不是说这个，就是说一个是画的多，哎，临摹的多。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啊，从传统的时候临的也是，
领读好多这个名家的这个作品，好多名家的作品，然后从这个宋啊、唐啊，对吧？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作品都去临，然后临完以后，临近代的，是不是？临近代的，临完近代了以后，我们又什么出去写生，见到真山真水，所以说新的构图特别多。明珠，对，我们现在每天的直播都会放在课程里啊，因为课程还在更新中。那有的朋友来的晚，说石头刚才没有看明白怎么画，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啊。我们石头呢其实很简单，对，十分三面。我们先去了解基础的，我们再去画一个整个的山峰的时候，它就容易很多了啊。老师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十分三面，十分三面啊。我们也是总结了啊，老师也是总结了一个这个简单的口诀啊，大家记一下。你看啊，我们把这个山石，对吧？总结好了以后，总结到这个方法以后，画的时候很简单啊。笔尖调好墨以后，你看啊，第一步是什么？先勾，对吧？先勾什么？先勾山石的轮廓。你看啊，我画一个吧，画一个大一点的山石。你看啊，第一步啊，先勾山石轮廓线。你看啊，先勾山石轮廓线。这是个山石的轮廓，对不对？山石轮廓线。然后啊，第二步是什么？内部结构我分三面。内部结构分三面。你看，内部结构分三面，这是对不对？先勾啊，记住它我们讲的这个口诀啊，先勾山石轮廓线，然后内部结构分三面，分三面就是意思。你看啊，这是第一个，前面一个面是不是？然后左右，对不对？先简单的分出山石的三个块面来，这是讲的啊，十分三面。然后内部结构分三面，然后第三步是什么？就是明暗啊，它山石的明暗、明暗皴擦来表现。你看啊，这就是讲的啊，皴，讲的皴是什么？你看啊，皴是表现山石的纹理，山石的纹理。你看啊，侧锋，明暗皴擦来体现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前面的块面也是啊，左右去皴，左右去皴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非常简单的把这个山石的三个块面结构分出来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这是前面的一个结构，我们十分三面，哪个面啊？你看前左右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讲的啊，十分三面，这是一、二、三，三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啊，十分三面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再重复一下，我们这个怎样去勾出它的山石的块面结构啊？第一步什么？先勾山石轮廓线，是不是？先勾山石轮廓线，然后内部结构分三面，就是我们讲的啊，十分三面。你看啊，常讲的十分三面，对不对？十分三面，就是一二三，分三面。然后呢，它的明暗结构，对吧？它明暗用什么表现呢？明暗皴擦来表现。这就是我们啊讲的山石的十分三面的简单画法啊。简单画我们掌握了以后啊，掌握了以后，你看，不管我们画大的、小的啊，你看
中间一个小山石，我画个小的，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它的轮廓线，然后分三面，你看，也是分出它的3个面来，1、2、3，对不对？然后皴一下，哎，明暗皴擦，哎，来表现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不同的山的形状，山石的形状，对吧？你就用我们讲的这种方法去处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先调颜色。我上色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笔啊，稍微大一点的笔。哎，先调一个赭石的颜色，看，哎，我们先调赭石的颜色。这个赭石的颜色，哎，我是这个下午画的时候上色的时候啊，调好了以后剩下的啊，你今天晚上还是用。这是用什么颜色？哎，用藤黄，赭石藤黄淡墨啊染的。哎，我们先上什么呀？哎，先把这个树的部分啊，先把树干的部分先染出来，我们再去打湿啊。你看，树干的地方，哎，赭石稍染一点。你看，哎，赭石地方来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赭石还有什么？哎，我们小的台阶的地方，哎，小台阶的地方，哎，上一点。小船儿，哎，就是说我们点景的地方用到赭石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就先上一遍啊，先上一遍。哎，小的房屋，小房屋的地方，干赭石，哎，上一点啊。我们主要是什么？你看传统的来说啊，都是什么比较淡的颜色，哎，比较淡的颜色去表现啊。你看，过来，稍上一点，哎，稍上一点。亭子的也是啊，小亭子，赭石，小桥，哎，都是用赭石啊，上一点，对对，赭石藤黄淡墨。哎，我们先把这个点景的啊，先染一下，先染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小亭子、房屋、小船儿，对，藤黄，哎，赭石藤黄加淡墨啊，把笔洗干净，你看啊，洗干净以后，你看，一个是什么呀？哎，我们要虚的地方啊，颜色要虚下来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用清水稍染一下啊，稍微的染一下，你看，你稍微染一下，那下来，你看这下边都是什么？哎，需要颜色要虚下来的地方啊，哎，用清水染一下，就是我们云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稍染一下，然后还是这点赭石啊，赭石上到什么地方？你看啊，哎，上到山石的暗部，哎，山石的暗部，这也是啊，浅酱的上色方法也是什么？先上赭石啊，先上赭石。我们小青绿的方法也是先上赭石，这是第一遍的颜色。哎，这是上颜色，它也有先后顺序。哎，它是也有先后顺序的啊。
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加清水，是不是？我每次上色之前，哎，笔上是先加清水啊，先蘸了清水以后，我再去上颜色。颜色虚下来，打湿的地方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打湿的地方让它很自然的就能虚下来。哎，你看这样下来，哎，这是赭石的颜色啊，赭石的颜色。你看到下边颜色让它虚下来，山脚的地方也是啊，山脚的地方赭石。对，山石的下部用赭石染，哎，山脚上面用赭石染，可以啊。你看大家说喜欢，还是说喜欢什么颜色啊？我们今天的第一遍颜色，哎，先上的赭石，不管是浅绛的还是小青绿的，对你也可以，我们用生宣的话也可以施染啊，也可以打湿它去染啊，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今天卡纸就是用干染的方法去染的啊，只是把虚匀的地方，哎，我们打湿了一下，哎，虚匀的地方打湿了一下，你看下边，哎，虚匀的地方稍打湿了一下，上面还是啊干的，还是干的。传统的来说，它的匀呢，都是说直接用颜色把它虚下来就可以。哎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直接把它虚下来就可以。下边是我们上颜色啊，第二遍的颜色，花青，哎，我们加一点花青啊，把赭石，把这个赭石洗一下，哎，把赭石稍微洗一下啊。洗下以后，我们调一个花青，你看啊，花青加藤黄，哎，加一点藤黄，哎，这是我们是啊，第二遍的颜色，先上的赭石，暗部上的赭石，就是说山石的啊，山石的暗部下半部分上的赭石啊，亮部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亮部，哎，有的地方没上到，你看啊，哎，再来一点，哎，近景的山石没有上到颜色啊，哎，上一下，哎，暗部赭石。人物还忘了小人物了啊！看小人物的脸部，哎，用淡淡的赭石染一点，哎，染一点。对，现在是花青啊，花青藤黄，哎，花青藤黄，你看啊，花青藤黄上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上在我们的亮部啊，亮部的地方，山头的顶部，是不是？哎，山头顶部位置，哎，淡淡的上一点，哎，山头顶部位置。还有我们平台，是不是？哎，平台的它的这个平面的结构也是啊，用淡淡的浅绿色染一下，哎，染一下，
全部染一下啊。你看，都是把我们留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留白的地方染一下。来一点。哎，这是第一遍的颜色，下边就是我们上的，上的第二遍颜色。如果是我们想染青绿的话，我们就上什么呀？上三绿三青。三绿三青。如果上浅酱的话啊，浅酱的话就是单一的上花青就可以。单一的上花青就可以。大家要是喜欢啊，还是啊，大家喜欢，如果喜欢三青的，不是那个小青绿的话，我们就上小青绿。大家喜欢浅酱的话，我们可以上浅酱啊。对，这样就挺好。这也喜欢啊，喜欢淡彩的，浅浅的上一点颜色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浅浅上一点颜色就可以。小青绿，这样好，都可以啊。有的喜欢，比如说我喜欢这个颜色，对吧？你就上成这个颜色就可以了，就不用动。上浅酱的啊，或者上小青的都可以啊。我们喜欢，就是喜欢哪个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啊。比如小青绿还喜欢浅酱，我看同学们喜欢哪个颜色的啊，我们就上哪个颜色。喜欢小青绿的，我们打在小青绿啊。喜欢浅酱的，我们可以打浅酱啊。小青绿、浅酱，都有啊。你看，浅酱对，浅酱就是什么？浅酱就是赭石、藤黄、花青，就可以，啊。你看，稍加一点，然后先把什么？先把树染出来啊。浅酱的，你看，大家可以啊，你看，这也是打完底色以后啊，打完底色以后，我们再去做画面的调整，上颜色。看这个树的地方，用花青调淡墨，花青调淡墨，加一点淡墨，你看啊，调个浅浅的墨青色。哦，喜欢浅酱的挺多的啊，我们可以啊，大家可以给大家上一个浅酱的颜色，也是这个颜色为底色啊，这是一种上浅酱的方法。这也是上浅酱的一种方法。你看，先把我们树叶的地方，你看用墨青色染一下。你看还有什么小树丛？小树丛的地方染一下。看来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看小树丛也是用墨青色去染一下。它的颜色我们墨青色用的比较多。我们看画什么？画远山，点叶的地方，还有水面的地方，比如说水纹，对不对？我们画的这个水纹地方，也是用墨青色去染一下啊，去染一下。你看瀑布的水口，水口的地方，来，你看，水口的地方也用墨青色染一下，把我们的这个瀑布，拖出来啊，把我们瀑布拖出来。你看，小瀑布，把它拖出来，用颜色啊，用颜色把它拖出来。
哎，你看下来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远山，对不对？远山也是用这个墨青色啊，花青，调一下淡墨，哎，加点淡墨，你看，哎，上来一点。调的时候，看这个我们在课上一直讲，如果加淡墨的颜色啊，要让它充分的和颜色融合，是不是？哎，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不要说你加了淡墨以后，是不是？你没有调两下你去上，它的颜色就会，就是一个是那个墨的底色会发灰，它和颜色融不到一起。把笔洗干净，你看啊，洗干净，笔尖蘸颜色去画远山。哎，你看啊，远山，笔尖去调墨啊，笔尖去调色，你看，哎，笔尖去蘸颜色，哎，清水把颜色染开，来，看到后面啊，远山的时候，颜色，哎，让它上来，哎，上面是浓一点的颜色，是不是重一点的颜色？哎，下边是淡色啊。这个水面这水纹你看也是啊，哎，顺着我们这个勾的水纹哎，勾的水纹去染。对，墨青的是花青加淡墨啊，花青加淡墨，哎，复勾一下就这个水这勾的水纹就行啊。你看，复勾一下，哎，勾的水纹你看就行。哎，你看啊，下面就是什么？哎，下面就是山石的顶部。哎，山石的顶部用淡的花青色，哎，调一点花青色，看，哎，淡淡的调一点花青色啊，淡淡调一点花青色，上在什么？上在山石的顶部，你看啊，哎，山石的顶部，淡淡的花青去染，哎，花青，看，哎，让在山石的顶部，哎，来一点。染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讲过这个着色的用笔，哎，着色的用笔是什么？你看啊，染的时候看着我们用笔的时候，沿着我们结构线，你看啊，沿着结构线有山顶的部分向下去染，哎，向下去染，对不对？哎，山顶清水，你看啊，山的地方向下去染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山顶的地方啊，沿着我们这个轮廓线向下去染，淡淡的上一点花青，哎，淡淡的上一点花青，然后它这个平台的地方，哎，它不是花青，它是稍微的发一点绿色，哎，稍微发一点绿色，这平台的地方可以加一点藤黄，哎，花青调一点藤黄，调个浅浅的绿色，
不要太亮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要太亮，但是它又区别于山顶上的花青，所以说稍微的呢发一点绿色就可以。哎，稍微发一点绿色就可以。哎，这是浅降的着色方法啊。哎，这是一种浅降的着色方法，就是暗部赭石，哎，亮部呢上一点花青，哎，亮部上一点花青。对，花青加藤黄，你看，就是加平台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稍微来一点。然后就是我们，你看干了以后，如果觉得我们赭石的地方不明显的话啊，哎，不明显的话，你看啊，淡赭石加藤黄，你看，来一点，稍提一下，哎，稍把我们近处的赭石部分，哎，稍提一下，就不明显的地方啊，你看干了以后，它的颜色就会变浅的地方，哎，赭石、藤黄。哎，稍提一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提一下就可以。哎，来，你看啊，哎，把我们局部赭石，哎，稍提一下就可以。看这样赭石比较，哎，比较明显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比较明显一点。它干了以后，容易这个颜色，哎，容易变浅，所以说到后面的时候，嗯，可以做一个颜色上的调整，哎，颜色上的调整，你看。哎，稍微的提一点，还有我们上颜色上不到的地方，你看是不是？好多地方开始上的时候，第一遍上色的时候，哎，上不到的地方，我们再调整一下，稍加一下，还是整体上以什么为主？以赭石花青为主，对不对？哎，以赭石花青为主，下面虚下来，嗯，哎，赭石花青为主，它是一种比较比较淡雅的一种着色方法。哎，这是一种啊，哎，这是一种浅降的着色方法。这描写的是什么？是描写就是夏天，哎，即将进入秋天的时候，它的这种景色。如果我们画秋天的时候，哎，就说什么？这种浅降的方法和我们这个方法是着色方法是相反的啊，相反的，就是说亮部赭石，暗部花青，那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要上色的时候用的着色方法，和我们这个浅降方法是相反的啊。就是说先上，哎，亮部上什么？上赭石，暗部上花青。这个现在画的这种浅降的方法，就是说夏天即将进入秋天的时候，这种着色方法，对它，哎，山的亮部还是有点绿色，是不是？还有点绿色，暗部是已经有了这种赭石的这种黄色。哎，树的地方，你看树叶的地方，花青调到墨青色，染一下，对吧？上不到的地方啊，我们有的地方上不到的地方，哎，后面可以再去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对，哎，暗部花青。秋景的时候，哎，秋景的时候把颜色我们就是反方向去上，就是说先上什么呀？哎，把亮部上了赭石以后，暗部去加花青，这是表现秋天的啊，秋景的。秋景的时候可以什么？你看，秋景的时候可以把什么这个叶子上边，哎，我们可以点成直接用颜色，
鼠标或者是直接点成这个红色来，哎，就可以代表是秋天的啊。